大龄未婚的儿子整理母亲的遗物，发现一封没有写完的情书，太意外了。看来母亲在结婚之后，还一直思念着他曾经的恋人，这让他的儿子韩新海既震惊又难以接受，还很替死去的父亲感到难过。父母在世的时候，从来没向韩新海提到过这种感情上的往事，也没有那个必要啊。所以在韩新海的思想里头，一直认为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恩爱、最幸福的一对夫妻。现在这封未完成的情书，把他的这种认识打得粉碎。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，不难看出，母亲当时依然深爱着对方。母亲居然还在这信里提到了儿子韩新海，说是小海很习惯北京的生活，让人质放心。看来这是他们一家人刚到北京的时候，母亲写给对方的。人质，母亲称呼对方叫人质。哎呀，这个人质会不会就是那位经常帮助妈妈干家里的体力活的李叔叔啊？当时父亲一个人在北京工作，母亲独自带着儿子韩新海在老家县城生活。有时候家里买煤球、买米、买面，需要搬搬抬抬的，都是那位李叔叔帮忙。李叔叔很喜欢韩新海，每次见面都会给他糖果吃。对，肯定就是李叔叔。李叔叔应该就是这个人质，李人质。韩新海接着翻看密码箱，从底下又翻出了父母的结婚证。一看结婚日期，韩新海的心头更是大吃一惊。我出生的时候，父母结婚刚刚7个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奶奶在世的时候说过，我爸妈是闪婚，经人介绍，双方家长做主，认识半个月就结婚了。这怎么仅仅7个月之后我就出生了呢？想到这儿，韩新海下意识的又抓起了那封母亲没有写完的情书。这些事情联系到一起，不能不让韩新海多想啊。只见他紧锁眉头，咧着嘴坐在地板上，抬头望了望天花板，一咬牙一捶腿。韩新海下定了决心，要回老家一趟，找到那位李叔叔，当面把自己的身世了解清楚。一张火车票，韩新海回到了老家。因为家乡早已经没有亲人了，所以他住进了宾馆。安顿好之后，韩新海凭着记忆找到了轴承厂。因为在他当初的印象当中，李叔叔是轴承厂的工人。现在轴承厂早已经改制，叫有限公司了。找到人力资源部一问，工作人员笑了：小伙子，你要找的人啊，按说估计得70岁左右了吧？我们这儿早都换了几茬人了，过去劳资科那些档案也早就没有了。韩新海有些失望，只好先告辞。临走前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。大姐，如果万一有人认识李人质，麻烦您一定要通知我啊。回到宾馆门口，韩新海正要上台阶，突然有人一推他的后背，韩新海一个狗啃泥就趴倒在地。等他爬起来抬头一看，推他的人已经跑远了，身边地上留下了一张字条：小子，不要再找人了，否则让你回不去北京。哎呀，这是威胁，这是恐吓呀！难道说李人质这个人还涉及到什么大的案件不成？韩新海刚才被推倒，手掌撑地，擦破了一大层皮，
血里呼啦的，他也顾不得疼了，深一脚浅一脚跑回了宾馆房间，躺在大床上就想，我是该马上离开呢，还是继续寻找李仁智？叮铃铃，叮铃铃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把韩新海吓了一哆嗦。他真有点惊弓之鸟了。喂，您是哪位？对方是一个温柔的女生，听声音年纪不大，自称是韩新海要找的李仁智的女儿，说是想约他出去见一面。我去不去？去的话会不会中了什么圈套，出什么危险啊？不去，不去，我大老远干嘛来了呀？不就是为了找到李仁智，查清楚自己的身世吗？呵，也就是片刻之功，韩新海的脑子飞快旋转，想清楚了。姑娘，你在人民公园等我是吧？好，我马上过来，很快就到。公园的长凳上坐着一位漂亮的姑娘，不过看面容比韩新海也就小个5、6岁的样子，大概也得30岁出头了。我叫李思玲，是你到轴承公司去找我爸爸了吧？李思玲说着话，站起身跟韩新海握了个手，同时两个人都有些发愣。怎么回事呢？他们长得太像了，简直就是亲兄妹一样。一聊天，互相还挺谈得来。思玲妹妹，我来找李叔叔啊，主要是为了完成我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。他让我谢谢李叔叔过去对我们家的照顾，同时我自己也很想见李叔叔一面。小时候他经常给我糖块吃。韩新海没敢说实话，怕这位李思玲姑娘多想。李思玲很开心，那好啊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家去见我爸爸。回家路上，李思玲就说了，说最近正打算到北京去看升国旗呢。韩大哥，到时候我去看你啊，你能不能给我当个免费的导游啊？哈哈哈。看来这姑娘倒是很大方。说说笑笑，两个人就走进了李思玲的家。爸，你看谁来了？您的老相识。李仁智老爷子见到韩新海非常高兴，也很激动，尤其是在看到韩新海的母亲郭桂玲写给他的那封信之后，老泪纵横。趁着女儿李思玲到厨房去做饭了，老爷子就告诉韩新海，孩子，你不要乱猜了，我明白你的心思。我和你妈妈呀，的确是谈过恋爱，感情还很好。不过在那个年代，不像现在，我们最多就是拉拉手。后来你姥姥姥爷反对这门亲事，硬是做主，让你妈妈嫁给了你爸爸。结婚后7个多月就早产生下了你，所以你打小身体就弱，爱生个病什么的。韩新海这么一听，如释重负，觉得自己的父母感情还是很好的，母亲也没有对不起父亲。不过他还有一件事情不放心，李叔，我从轴承厂出来之后，有人恐吓我，让我不要再找你了。那会是什么人啊？李仁智老爷子一皱眉，咧着嘴点了点头。哎，我能猜到是怎么回事。轴承厂改制之后，董事长叫李仁智，人民的人，志气的志，跟我这名字啊同音不同字。我是仁义礼智信那个仁智，推倒你的人啊，大概与那个李仁智有关，你不用理他就行了。说着话，李思玲把饭菜做好了，端上了桌。边吃饭，他就跟爸爸说要跟着这位韩新海大哥一同去北京玩几天，逛一逛故宫、长城什么的。李仁智老爷子这么一听，差点咬着自己的舌头。哎呀，闺女，
你过一阵子再出门玩儿不行吗？我这几天有点胃口疼，怕是老毛病要犯。李思玲是个孝女，当然得把照顾老父亲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了。那好吧，等过一阵子我再去北京找你啊，韩大哥。就这样，韩新海告别了李叔叔父女俩，回到了北京。在韩新海临走的时候，李仁志老先生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自言自语：“孩子，不要怪我狠心说谎话，这也是为了你好，让你心里舒服一些，让你母亲的形象不受损害啊。”不久之后，李仁志去世了，女儿李思玲通知了他的韩新海大哥。韩新海赶来参加了葬礼，埋葬了父亲李仁志之后，李思玲拉着韩新海的手，喊了一声“哥”，